印度航空的调查报告啊，竟然准时出来了。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英语。那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啊，我们也谈了好几期关于印度航空 AI171航班空难的这个分析啊。那这里边啊，其实还有很多更大的 V 啊，我们是小芝麻，还有那些资深机长，还有各种各样的空难啊调查的这个专业号，结果发现大家都是谬之千里，可以说更不要提这些什么牛粪了、牛尿了啊。所以啊，在事实面前啊，我们发现啊，我们离事实的距离是太远了啊。那么这里边呢，不管你是多资深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没有猜中。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份万众瞩目的官方出报告，那所有外部的猜测呀，我们都要暂时搁置了啊。我们就以这份报告为唯一的蓝本，逐字逐句进行翻译和解读。印度政府民航部航空事故调查局初步报告，关于印度航空第787-8型飞机，注册号是 VTANB，于2025年6月12号在艾哈迈达巴德发生的事故。所以报告的封面完全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开宗明义就指出了这个调查机构就是印度的 AAIB，它是事故主体印航的 VTNB 和事发地标志着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所有的内容来自印度官方的第一手信息。这个报告能及时发出来，而且在存在可能的人为原因的时候印度政府的这个做法是需要我们仰视的。平时都是对遇难乘客的不尊重，当然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俯视印度，但是单就这个空难调查来说，我们有资格吗？当然换个角度这样就避免了好事者要求公开信息的这个麻烦。哎但是你直接公开是省事儿了，像印度航空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直接公布现场数据的行为，是直接危害印度社会安全的行为我觉得莫迪总理会给他们上一课的好吧。这份报告是基于调查期间收集到的初步事实和证据编写的初步所以可能随时发生变化。那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它的附件13以及航空器事件和事故调查规则2017第3条，那么事故事件调查的唯一目的，应是预防事故和事件的再次发生，而不是为了追究指责和划分责任。根据上述规则进行了调查，应与任何旨在追究这个指责或划分责任的司法或行政程序分开因此将本报告用于预防未来事故或事件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都可能导致错误的解读。所以这一页就是所有的官方空难报告就是都会包含的这个所谓免责声明和原则声明它强调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这只是初步的报告不是最终的定论。第二个呢，调查的目的是为了预防，而不是为了追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意味着报告会着重于技术事实的这个解读，而不会在法律责任上做任何判断。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以其他的这种法律实体，依据这些事实去展开独立的责任追究那报告的第3页是目录我们接着第4页吧，核心内容第一个就是基本信息了。这个报告呢，首先是以表格形式列出了这个事故的基本信息这一次涉事的飞机呢是一架波音787客机注册号是印度的 VTANB，由印度航空公司拥有并运营。事故发生的时候机上共有242人，包括230名乘客、10名客舱人员和2名飞行员。事故发生在2025年6月12号，协调世界时间就 UTC 就是8:09，那么印度标准时间是下午1:39，地点呢是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这个航班是一个定期的客运航班，航班号呢 AI171从艾哈迈达巴德的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国际机场机场代码号是 VAAH 起飞，原定目的地呢是伦敦的盖特维克机场代码号是 EGKK。那事故发生的飞机是在初始爬升阶段发生的。第二个就是背景那就是2025年6月12号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 AAIB 接获了关于印航第787飞机 VTANB 在艾哈迈达巴德发生事故的通知。根据通知这个飞机
当时呢正在运营从阿哈迈德巴德飞往盖德维克的 AI171航班，在起飞后不久大概是在 UTC 时间8:09坠毁啊。那么这个通知呢是来自于印度的机场管理局和这个航空公司。接到通知后由 AAIB 局长带领的一个5人小组，当日呢就抵达了阿哈迈德巴德另外还有3名印度民航总局就 DGCA 航空安全理事会的官员从孟买赶来协助工作。根据国际民航组织附件13的规定事故的初步通知已发送给代表设计和制造国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就 NTSB。由于乘客遇难中还包括英国、葡萄牙、加拿大的公民，那初步通知呢也已经发送给英国 AAIB、葡萄牙的 GPIAF 以及加拿大的 TSB。那美国的 NTSB 任命了一名授权代表并指派了来自波音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技术顾问，以协助本次调查。那这个团队是在6月15号抵达了艾哈迈德巴德，并参与了调查。那么来自英国 AIB 的官员团队也抵达并视察了现场。所以这个背景介绍部分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比较清晰的说明了这一次是由印度的 AAIB 主导，但是有多国，特别是英美两国深度参与的这种国际联合调查。英国的这 AIB 美国的 NTSB、波音、GE FAA 都全部到场，说明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飞机设计、制造和监督方的最高度重视。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部机构的身份是技术顾问，大家听到了吧？所以主导权还是在印度人手中。那这个算不算公开透明呢？我觉得吧，起码合格报告第5页呢，就是人员的伤亡和这个报告这个机上呢是12名机组成员2名飞行员、10名客舱组员和229名乘客不幸遇难。地面上呢有19人遇难，飞机上有1名乘客幸存，但是伤势严重。另外呢有67名地面人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轻伤或者是没有受伤等等受到影响。所以这248人遇难，最后的准确数字这个伤亡数字是触目惊心就证实AI171航班的这个空难是近年来研究范围内最惨重的空难之一。下边就是飞机的信息就是波音 787B 这个它这个787的这个飞机它制造于2013年它的适航审查证书呢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5月23号。截至事发的时候这个飞机呢总飞行小时数是41868小时。发动机的信息左侧发动机制造于2012年5月，总工作小时数为27791小时，完成了4298个循环。右侧发动机制造于2013年1月，总工作小时数呢是33439个小时，完成了6202个循环。所以这报告就特别指出呢，左发动机在2025年5月1号刚刚安装到这架飞机上，而右发动机呢，它是在2025年3月26号安装的。所以飞机上一次主要的定线维护检查是在飞机总时数38504小时进行的。那下一次的 D 级的大修本来计划检查是在2025年的12月进行。当然这个事发的时候呢，飞机上还存在若干条的属于最低设备清单 MEL， 就是允许范围内的保留故障项目那么包括驾驶舱内的这个视觉监视系统、机场地图功能、核心网络和驾驶舱打印机等等，这些项目的修复期限都还没有到期，所以所有强制性的适航指令和警告服务通告都已经在这架飞机及发动机上得到执行。这说啥意思呢？就是飞机信息这部分就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这架飞机呢已经有12年的机龄但是正处于中年不算老旧。所以呢，关键的信息是这2台发动机都是在事发前不到2-3个月刚刚安装的。这和这个银行高管透露的这是全新刚刚大修的这个信息是基本吻合的另外MEL 项目的存在呢是
这个民航业的正常现象啊，就是报告中提到的一些保留项目，就不涉及到核心以及飞行安全系统，基本上排除这些小故障和事故有关的可能性。所以综合来看啊，从纸面上来说，这个飞机的状态是健康而且适航的，这就让后边啊接下来发现的显得更匪夷所思。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核心的这个报告的最核心部分啊。接下来呢，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数字幽灵它的来源，以及关于这到底是人祸还是机祸的这么一个终极的拷问啊。美国联邦航空局FAA 呢，曾经在2018年12月17号发布了一份编号为 NM1833的特殊适航信息通告 SAID。这个通告涉及到燃油控制开关的锁定功能可能处于脱离状态的潜在问题。这份 SAID 是基于波音737飞机运营商的报告发布的。报告称飞机的燃油控制开关在安装的时候，它的锁定功能处于脱离状态。FAA 当时就认为这个适航性问题呢，没有被视为足以需要发布具有强制力的适航指令的不安全状况，所以燃油控制开关的设计，包括它的锁定功能，在多种波音机型下都是相似的，这也就包括了安装在这个失事的 B787-8型飞机上的这个 4TL8373D 号的这么个部件。所以根据银行的金融消息由于这个 SAIB 是建议性而不是强制性的，因此呢，并没有执行通告中建议的检查。对于维护记录的调查显示VTANB 飞机上的油门控制模块曾经在2019年和2023年被更换过，但更换的原因和燃油控制开关无关。那么从2023年以来VTANB 飞机上没有报告过任何和燃油控制开关有关的缺陷，所以呢就好玩了我们继续看所以这个报告到目前为止就是最致命、最关键的一段数字它就比较清晰地揭示了可能有一个系统性漏洞的存在。我们一步步拆解一下就已知缺陷。就早在2018年，监管方就已经知道这个关键的燃油开关存在锁不住的风险。那第二个呢，就是设计共通报告明确指出失事的这架波音787飞机，它使用的正是存在这个风险开关的这个同一款。那么再一个就是监管的漏洞，最关键一点呢，FAA 当时定义为 SAID，而不是强制性的 AD。那在航空业AD 就是圣旨，必须无条件执行。SAID 呢，这是一份友情提醒，你执行不执行，自己判断是吧？再一个就是危责检查，报告呢最后就没有避讳，就指出印度航空正是因为这份通告不具备强制性，就选择了不执行建议的这个检查。就是这段话，在未来的这个法律诉讼中控方律师可能会反复呈堂的这么一个核心证据。它为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个核心矛盾，就是一个需要2步操作才能关闭的开关，为什么会轻易游动？就提供了一个最直接也最可怕的这个物理解释。因为它的锁可能根本就是坏的，而且是一个被官方记录在案的可能坏掉的锁。但是报告里也提到这个飞机近年来没有报告过相关的缺陷，但是这个不能排除这个缺陷的存在只是说明它在之前的飞行中呢没有被触发，或者没有被飞行员注意到而已。那么这个损坏情况呢就更详细了，飞机和地面建筑物相撞后续火灾就被完全摧毁了就像这个图上的这些照片5座建筑物受到撞击，并且遭受了严重的结构和火灾损害。图一呢是事故现场相对于机场位置的这个残骸分布区域图我们的视频里面说的更详细后边就是一些残骸和撞击的分析。在起飞之后飞机撞上了距离跑道23末端0.9海里的 BJ 医学院宿舍楼在这个事件中应急定位发射器 ELT 没有被激活。从最初的撞击点到最后发现的飞机部件，残骸呢分布在大约1000英尺长、400英尺宽的区域内。这个图上都标出来了这详细的这个残骸分析图，标注 A 到 F6座受损建筑以及驾驶舱、机翼、发动机、起落架、尾翼它的关键部件的最终位置。所以这部分这个残骸图我觉得还是比较专业的这个
能帮助调查人员重建飞机在撞击过程中它的解体的顺序。比如他提到的这个飞机的尾翼部分冲压空气涡轮是在撞击 A 号楼之后与机身主体就脱离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目击视频中看到这个 RIT 展开，它的飞机撞击前就已经因为双发停车而不爽。那在飞机高度下降的时候呢，它低嘛，它就首先撞上了陆军医疗队大院内的一系列的树木和一个焚烧炉的烟筒，哎，然后才撞击到了 A 号楼的东北墙。所以呢，从最初的撞击树木到撞上 A 号楼，飞机的飞行距离是293英尺啊。从建筑物和飞机的撞击痕迹表明飞机在撞击的时候可能处于机头抬起大概8度这么一个机翼水平状态。所以机头是抬起8度，这个机翼的水平，这个姿态的信息还是很重要的。那说明什么呢？在撞击的最后一刻呢，飞行员是没有放弃的，他们仍然尽力的拉杆和抬起这个机头，试图维持这个升力，减缓下降的速率，以一种近乎可控撞地的这种姿态来接地。这和我们第一个视频里边就提到多位机长认为 AI-171机长是英雄的观点是高度吻合的。他们是在一个完全失去动力的绝境下，做着最后的也是最专业的，也可能是最徒劳的努力。那真的是眼瞅着就要死了。所以在飞机继续前进的过程中它不断的解体，并且和其他的结构和植被发生碰撞。飞机的垂直尾翼从后机身分离，而右发动机呢撞上了 A 号楼楼顶的那个混凝土水箱，然后脱落了。左发动机呢则在更远处脱落，撞击到了 D 号楼的这个地面层。再一个就是简易的手柄组件，遭受了严重的热损伤。这个手柄被发现的时候，它牢牢固定在5度紧翼的这个位置就是说和正常的起飞紧翼设定是一致的。这个位置也被 EAFR 就黑匣子数据得到确认。所以这些残骸就是个决定性的物证，它无可辩驳的告诉我们，这是个物理证据彻底排除了什么呢？飞行员误收紧翼导致升力不足，就是一开始早期最广泛流传的这个理论包括很多机长都这么认为的。所以飞机的增升装置在起飞时的设定是正确的。那第二个就是起落架控制杆它处于 down 就是放下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发现呢，也和我们之前视频里分析得出的这个起落架未能收起的结论是一致的就结合之前呢，就是起落架向前倾斜的这个细节，证明飞行员在离地后执行了收起落架的动作。但是飞机呢，可能因为瞬间就失去了液压和电力，导致程序中断。最终呢，物理手柄呢还处于或者弹回的这个放下位。再一个就是推力杆就是油门它的区域遭受了严重的热损伤，简单说是烧坏了。但是两个推力杆被发现的时候呢，均处于靠近后方的位置。就是两个推力杆被发现的时候呢，是处于靠近后方，就是怠速的这个位置。但是EAFR 数据显示，黑匣子说呢，直到撞击前，推力杆始终保持在前方的位置。为什么？这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它澄清了一个巨大的误解，就是物理这个推力杆的位置是撞击导致的，而黑匣子的数据证明飞行员到最后一刻都在指令飞机提供最大的推力，他们在尽一切努力的挽救飞机，而不是主动减速。就是两个燃油控制开关呢，均发现处于 run 就运行的位置。所以这是这个报告里边最令人震惊、最核心的矛盾点，没有之一大家记住这个发现因为马上我们就会看到它与黑匣子的数字记录形成了怎么样这种尖锐的这种对立。物理证据说开关正在运行，但是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数字证据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报告的第11、13页呢，就是人员、气象、通讯这些记录器信息人员信息比较简单，就是2名飞行员的资质。机长呢是56岁，总的飞行时间超过了15600小时，但787机型的飞行时间就超过了8500小时，绝对是一位资深、经验极其丰富的机长。副驾驶32岁总飞行时间呢3400小时，在787机型上作为副驾驶飞行时间超过了1100小时。也是一位合格这个相当经验的飞行员。报告也确认2个飞行员在飞行前都经过酒精测试，
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气象情况呢，也是事发的时候机场呢一切良好，能见度6公里，没有重要的天气现象，风力微弱。通信记录显示啊，机组和塔台的交流一切正常。在8:09的05秒啊，UTC 时间，机组发生了 Mayday 的救救信号，这是他们最后的通话。那飞行记录器啊，就是这个报告就详细描述了飞机上装有前后2个黑匣子，以及他们被成功寻获的过程。最终啊，调查人员呢，成功的从受损较轻的前部黑匣子中呢下载了包括事故本身在内的大概49个小时的飞行数据和2个小时的舱录就是驾驶舱录音。那么我们现在啊，就进入报告的这个核心地带啊。那么以下的内容啊，就是根据黑匣的数据啊，对 AI171航班最后时刻的逐秒还原啊，我们会一字不差的给您展现啊。飞机在8:08的呃39秒啊，离地升空啊，我们说的都是 UTC 时间啊。那么在约8:08分42秒的时候啊，飞机达到了最大的空速记录，就是180节啊，大概有330公里左右吧。那随后啊，1号、2号发动机的燃油切断开关啊，在1秒钟的间隔内，相继从运行 run 的位置转换到了切断 cut off 的位置。随后啊，燃油供应就被切断，发动机的核心转速 N1 和 N2开始从它们起飞值就开始下降。下边就是驾驶舱录音记录中啊，可以听到一名飞行员问另外一名飞行员：“哎，为什么要切断啊？Why did he cut off？” 另外一名飞行员的回答说：“我没有做了。”那么机场的闭路电视显示啊，飞机的 RAT 就冲压空气涡轮在飞机的初始爬升离地后就立即展开了。所以根据黑匣子数据啊，在大概8:08分47秒的时候，两台发动机的 N2值都降到了最低怠速以下，所以 RAT 啊，它的液压泵就开始提供液压动力。那么根据 EAFR 的数据啊，黑匣子数据呢，在8:08分52秒啊，1号发动机的燃油开关从切断转回了运行。随后呢，8:08分56秒，2号发动机的燃油切断转换也从切断转回了运行。所以当这个燃油控制开关啊在飞行中从切断拨回到运行的时候呢，每台发动机的 FADEC 都会自动管理一个重新点火和推力恢复程序。所以观察到两台发动机的排气温度也在上升，表明已经重新点火了。那么1号发动机的核心减速率停止，逆转并开始进入恢复进程。2号发动机呢，虽然能够重新点火，但是无法阻止核心转速的下降。所以啊，EAFR 的记录在8:09分11秒停止。这一段啊，来自黑匣子的这个自述啊，可以说是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当然也制造了更大谜团。就它是用数据给我们证实了指令性燃油切断是空难的直接原因，也证实了驾驶舱内的2名飞行员对此事毫不知情，甚至感到震惊。我们之前视频里边最确定一点就是双发突然停机了啊，很多朋友都在想燃油被堵了，有牛粪了，有牛尿了啊，不能开这个玩笑啊。实际上呢，肯定是有那么个东西阻止了发动机运行，所以呢，物理开关被发现处于运行位，就是在最后的这个残骸里边就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所以数字记录显示开关呢被来回波动，而物理残骸呢显示它安然无恙的在运行位。所以这个矛盾啊，就让所有的结论，包括我们之前所有的分析都失去了意义了。那么报道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和我一样，都有很多的疑问。你比如说，这个系统记录的拨回时间的这个间隔，哎，它是不是符合这个紧急情况下人的反应速度啊？那会这个懵逼呢，是吧？所以这个反锁它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记录的反应时间，它是否符合我们紧急状态下人的行为逻辑？看起来呢是不太符合的，这就是这个事件的诡异之处啊。我们回顾一下这时间线，刚才看过的8:08分42秒啊，两个开关被移动到切断位置，这个移动到切断位置是黑匣的显示的啊。那8:08分52秒，1号发动机的开关被拨回运行，这也是黑匣子的数据，是间隔10秒，8:08分56，
啊，不是6秒，2号发动机的开关被拨回运行，再次间隔了4秒钟。所以我们就分析这个10秒和4秒的间隔啊。10秒钟啊，那是一个漫长的间隔啊。现在世界纪录大家知道男子100米是吧？100米能跑过去了啊。飞机起飞之后啊，双发失效这种最顶级的紧急情况下，10秒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在这飞机离地之后啊，每一秒都在消耗宝贵的这个高度和速度。那一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啊，他意识到灾难性的动力丧失后啊，他的本能反应应该是立刻马上采取措施挽救。这10秒的延迟呢，就非常的不寻常。它可能说明至少有几个情况。第一个是极度的震惊和难以置信，懵逼了。飞行员可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动力丧失给惊呆了。那大脑可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处理到底发生什么了，以及为什么会发生。所以这两个问题呢，特别是当一名飞行员还在质问另一个飞行员的时候，他们可能首先检查了其他的仪表，哎，试图理解呀、这个故障的根源，而不是立刻想到去操作那个本来就不该动的开关。现在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在最初的几秒啊，飞行员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燃油开关的问题，而是在执行标准的发动机的失效程序，比如说检查发动机参数、火警报告，这些都没法解释的原因的时候啊，把最终的目光移到了燃油开关上。所以对话就确认这个那一段，就是说你切断了吗？我没有，是吧？就这个对话啊，本身就需要花费几秒钟，这个对话就确认了这不是一个协同操作，哎，增加了这个驾驶舱内这个混乱和不确定性。所以4秒啊，第二个啊，4秒的这个间隔是理论上是合理的。当第一个开关拨回后啊，那第二个开关也在4秒后也被拨回，这个间隔相对更符合紧急情况下的这个操作逻辑。4秒钟啊，在确认第一个开关操作有效后啊，紧接着操作第二个，就是肾上腺素是急剧的分泌，两个人已经处于一个癫狂的状态了，但是还要冷静下来去把它拨回去啊，这是咱们想象的啊。结果呢，就是这10秒的延迟，就验证了飞行员主动切断开关这个理论的困难。如果是一名飞行员蓄意的为之，他没有理由在关闭等待10秒之后再重新开启。而如果是一次意外，这10秒的这个认知延迟啊，就反映了飞行员面对一个完全超出的训练预案的这么一个无法理解的故障的时候啊，所经历的这个震惊和混乱啊，飞行员啊，肯定比我们普通人他健康啊，他反应时间更快，但他也是一个物理的肉体，也是一个碳基生物，是吧？它不是 AI，它不是01的这种反应速度。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燃油的开关，它的锁定是单向的和双向的，所以通常情况下，我觉得呢，这种开关的锁定啊，应该是双向的。然后呢，我觉得这关闭的动作呢，应该是被设计的更难。当然，我现在呢没法提供这个波音787它的维修手册里边的确切设计图啊。但是根据航空业普遍的这个安全设计原则以及对同类机型的这个了解，看起来我们可以合理的分析是什么呢？关闭操作啊，就从 run 到 cut 高难度，这就是这个设计的核心，是为了防止任何意外关闭发动机的可能。所以这个方向操作是必须是复杂的，需要明确意图的，也就是我们反复讨论的，你需要先上提解锁，然后再拨切断，两步操作啊，就是说想把这个油关下来是一个非常费劲的事儿，而开启操作从 cut off 到 run 就相对简单，所以在紧急情况下，如果需要重新启动发动机，每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开关从切断拨回到 run 的位置，哎，它的操作呀，通常会，我觉得啊，应该设计的更直接一些，很可能需要直接向前推动开关就行了，哎，它会自动越过这个制动器，并且锁定在这个运行位啊，我们开汽车的也都知道啊，而不需要再执行上提解锁呀这些额外步骤。所以这个非对称的设计逻辑啊，就对我们理解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设计逻辑是成立的，就更进一步增加了飞行员意外关闭开关的难度。在刚起飞的那个瞬间啊，关闭这个是需要一个克服双重保险的这个复杂动作。当然你反过来，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意识到错误之后啊，飞行员能够相对快速的啊，第一步是10秒延迟啊，懵逼了，把开关拨回，因为这是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这个恢复动作。所以我们的疑问呢，就是这个时间间隔，就是前面10秒和第二个班的是4秒，
就反映了飞行员在面对一个不可能发生的这个故障的时候，这个真实的心理过程，震惊、混乱，然后尝试纠正。这个开关的锁定机制啊，就从物理层面呢，不断的给这个人为蓄意或者严重失误啊，就设置了这种障碍。大家想想，让一个就是说被忽视的技术缺陷，它是锁定失效和一个未知的，我们说前面讲过的数字幽灵啊，就电子指令，这个两个可能性啊，都变得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空难的调查，已经完全进入了我们说属于人类行为学和尖端飞机人机交互界面的这个深度的探索了啊。那飞机的最后一部分啊，就总结了调查的这个进展啊，包括残骸已经被移植到安全区域，发动机已经被隔离检查，燃油样本测试合格，测试合格。所以报告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在本次调查的现阶段，没有针对 B787和 GE 发动机运营商及制造商的建议措施。所以这就是初步报告的这个标准结尾啊。报告本身呢已经揭示了燃油开关设计的这个巨大潜在风险，就 SAIB 通告没有被执行。但是在最终结论出来之前，调查机构呢，它不会发出强制性的影响这个全球机队的这个指令，但是不意味着这警报没有拉响所以这份报告可能已经对全球的这个787运营商发出了一次无声但是有力的警告，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动手检查了啊。所以这份官方的初步报告就将 AI-171空难的性质从一场意外彻底变成了一桩悬案。那他用这个你没法推翻的证据，排除了飞行员在飞行状态上的操作失误起落架紧密排除了燃油问题，没有牛屎也没有牛粪，证实了飞行员到最后一刻都在努力的挽救飞机。那他同时也揭示了一个近乎荒谬的核心矛盾：数字记录里边有一个幽灵移动了开关，在物理世界里边呢，开关是安然无恙。所以调查的焦点呢，必然也会集中在这个被忽视了多年的这个已知缺陷。那个没有被检查的可能存在锁定功能失效的燃油开关，是否就是连接这个数字幽灵和物理世界的唯一桥梁？当然我建议他们还是和相邻的大国要多联系取取经，特别是对飞行员状态的审核、提拔、个人生活的摸底儿，看看有没有一丝可能。这是不是2022年另一个悲剧的延续，或者呢不完整的版本，迷你版？所以你愿意相信飞机是90度撞地的那个事故和这个-8度撞地是一样心歹的机长干的吗？或者说呢，你能理解那个90度撞地、音速撞地和这个撞地是100多节甚至低于起飞速度的是一样的吗？所以 AI-171的这个谜题在获得了初步答案之后，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事故调查，而是一个呢针对现代航空器的人机交互、软硬件设计以及全球航空安全监管体系的这么一个深度拷问。这么好的东西，它怎么还出问题呢？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欢迎拍砖，再会，拜拜。